这就是腾讯和网易的商战吗？伴随腾讯圆梦之星的上线，这两家又打起来了。不管是蛋仔派对还是圆梦之星，他们的核心都是围绕社交而展开。尤其是之前的蛋仔派对，从学生群体中大规模传播，才有了它今天的地位和名声。而高度依赖社交群体的游戏，在同类型上很难百家齐放。毕竟大家要是都玩蛋仔派对，那圆梦之星再好玩，考虑到社交也不会有太多人感兴趣。这一点在刺激战场与荒野行动、王者荣耀与英雄联盟手游上都验证过。思路清晰明确，那腾讯要打的就是这上线的第一仗。如果这一仗没有打好，后面就很难再有机会起来。腾讯这边先是喊出投入14亿的口号，用来建立游戏生态，以此打出名声。这算是老招数，要想吸引人，还得给足福利才行。先说腾讯圆梦之星这边，由于都是天美工作室打造，直接将王者荣耀的名字拉出来，称在圆梦之星中玩到10级，便可免费获得王者中大乔的星源皮肤，这就属于免费送了。不管对圆梦之星感不感兴趣的人，只要你玩大乔，都想着去体验体验，实打实的福利确实吸引人。再加上张大仙下场直播，游戏内20多套皮肤直接送，宣布与糖豆人进行联动，联手时代少年团，大量的福利和口号扔出去，确实挖了不少蛋仔派对的玩家。面对腾讯的来势汹汹，网易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。15号当天直接开启新活动，宣布与国宝特工联动，宣布送喜羊羊与灰太狼里的小灰灰、美羊羊和沸羊羊，宣布典藏皮肤0元购。这是游戏外的双方较量，在游戏内也存在暗流涌动，尤其是在外观上嘲讽一番。腾讯上架了一般般皮肤，暗指网易，而网易这边上架了企鹅欣欣，暗指腾讯。尤其是企鹅欣欣下面还有介绍，一直来到蛋仔岛求学的小企鹅，鹅生就是一场不断学习的过程，直接明示腾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在家园玩法上，蛋仔派对加入了网易云，腾讯财大气粗，自然不怕，直接把 QQ 音乐搬入，可以在线点歌，同时加入腾讯视频，玩家可以邀请好友一起观看。这一招确实让人出乎意料。可以说，不管是在游戏外，还是游戏内，或者是买量市场上，第一仗的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精力。那么，在两家疯狂挖人的情形下，圆梦之星的首日表现如何呢？根据苹果免费榜的榜单看，圆梦之星占据第1位置，而第2则是蛋仔派对。双方打的是难舍难分。当然，作为玩家来说，你要问我支持哪一方，那我是谁都不支持。毕竟只有两方都打起来，玩家才是最得利的那个人。这不免让我想起了当初的王者荣耀和英雄联盟手游。希望双方再接再厉，毕竟接下来的春节还有一仗，我们期待接下来的福利。圆梦之星首日流水突破150万美元，网易贴脸骂腾讯小蛾子抄作业，大蛾子横行作乱。圆梦之星与蛋仔派对的商战首日战报出结果了，交锋下，腾讯方的圆梦之星在拉人能力上略输于蛋仔派对，盈利方面进行大幅度反击。15日上线当天，圆梦之星揽入10万玩家，并在16日逐步上升，达到11万人。虽然这份成绩还算不错，但放眼蛋仔派对的整个历史上，上线2日涌入21万也就没什么。要知道，当初蛋仔派对刚上线时，首日便涌入18万人，次日上升到43万人，2日拥有61万，是本次腾讯的3倍。而我们就算不看早期，仅以15日、16日2天来说，蛋仔派对也回流了23万人，在拉人能力上确实略胜腾讯。当然，不管是腾讯还是网易，其实都明白人数只是一个基调，还得看有多少人愿意买单、愿意消费才行。这也是为什么腾讯如此急于推出圆梦之星的理由。在蛋仔派对的盈利路上，最高峰曾单日创下200多万美元的流水，大多数时期也拥有100多万美元流水。这个成绩是什么成绩？是高度接近王者的单日流水成绩。目前腾讯方面有2款高流水的手游，王者荣耀与和平精英，网易方面也有2款。蛋仔派对与逆水寒，对腾讯而言，照抄逆水寒的流水肯定不现实，那既然逆水寒不行，就改成蛋仔派对。毕竟这么大的一块蛋糕，国内就只有蛋仔派对在吃，换作是谁都会眼馋。最终结果也验证了腾讯的方向，圆梦之星上线单日流水破150万美元，次日再度攀升，达到180万美元。反观蛋仔派对就显出疲惫，15日当天98万流水，16日下降至54万美元。进入到2023年下半年后，蛋仔派对本身的流水就不好看，只有在大版本更新时才会重回高流水。如今被腾讯从半路拦了一道，未来的流水情况肯定更加难看。那说了这么多，也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。仅从2日的情况是看不出结果的，毕竟蛋仔派对回流玩家多，但大家只是领个福利就下线，自然消费能力就不高。而圆梦之星流水高，有活动、首充各方面的加持，再加上腾讯免费撒钱，大家再把钱充进去，进而抬高了圆梦之星的成绩，这都是有各种因素在影响的。为了压制圆梦之星的热度，网易先后派出多款游戏拦截，比如烟云16声开测，紧接着永劫无间手游开启试玩会，丁磊直接现身会场，并送出价值7万元的网易股票，一时间网上为此消息刷屏。其他方面，诸如网易游戏发短信称圆梦请认准逆水寒，互相以未成年充值来嘲讽，双方游戏禁止取对方游戏名，各群禁止出现对方名字。网易天下手游这边直接发文，小蛾子抄作业，大蛾子横行作乱，鹅场管不住的鹅就交给大荒驯鹅大师。下面还有图片配文，你的想法很好，现在是我的了，有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，这就属于贴脸输出了。看来网易这次是真的坐不住了。接下来还有哪些有趣的故事，我们敬请期待。